爱宝到底能有多好看？大大的米奇朵朵，精致的小鸟眼圈，以及比圆规画出来还要圆的脸。即便爱宝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也依旧是奶乎乎的。就算是没看过爱宝的网友，估计也会被爱宝的美貌硬控到吧。也难怪老姜总是扛不住爱宝的美颜暴击，见到爱宝总是耶啵耶啵个不停。爱宝너무 이뻐 이뻐 이뻐。而且爱宝的眼睛看起来特别的亮，这一点她的3个孩子也都遗传到了。但是别看艾女士现在如此的沉稳优雅，在生娃之前她也很活泼好动，每天都在院子里疯跑，还会时不时的跳到水池里洗个澡。那时爱宝的院子里还是遍地鲜花，绿树成荫，在雪地里撒欢时那就更疯了。爱宝在雪中翻滚，一不小心却滑到了沟里，然后又一溜烟的爬上了树，甚至还踩在树枝上蹦迪。看她挂在树上摇摇欲坠的样子，还真怕小树枝经不起爱宝300斤的体重。这么看来，她生的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调皮，也不全是乐宝的锅呢。后来爱宝生了福宝后，刚开始也打算做一个慈母来着，整天抱着福宝舔个不停，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福宝抱在怀里。所以我们看到的 mini 福特别的粉嘟嘟。后来福宝跟着妈妈一起出了外场，艾女士也是时刻盯着福宝，一刻也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福宝想爬树，艾女士也是紧紧护着，生怕自己的宝贝闺女摔倒。随着福宝的长大，艾女士渐渐的发现带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熊孩子不揍根本不行。福宝整天把自己弄得像一只棕熊一样，打眼一看还以为他和爱宝不是一个品种。而且福宝还会故意的去妈妈身上蹭一蹭，和妈妈抢吃的，偷袭妈妈，趁着妈妈睡觉薅妈妈背上的毛。所以大家也都说福宝的每一顿打都是凭着实力挣来的。还有一次一大早母女俩闹别扭，坐得10万8千里远，都低着头一动不动。姜宝问福宝是不是和妈妈吵架了，福宝便十分傲娇的抬起了脑袋，好像在说问我干嘛，又不是我的错。而一边的艾女士看起来就更生气了，感觉已经emo到想把福宝回炉重造了。再后来艾女士生了2胎，还一下生了2个，肉眼可见艾女士的心累，甚至叼着小灰灰想退火。而且因为福宝姐姐的原因，瑞宝和辉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手保护期，只要看到他俩调皮，艾女士直接开揍，想把一切叛逆扼杀在摇篮里。结果没想到生了头更铁的光君小朋友，妈妈越打压他就越叛逆，果然是谁带娃谁崩溃。但是不带娃时，我们的艾女士也是很松弛的，连土豆腿也能摆出爱心的形状。比心来。盘点金虎和奶爸奶妈互动的名场面。这天奶妈和金虎聊起了天津的喜乐妹妹。金虎刚开始表现得特别兴奋，金虎，你知道天津的喜乐妹妹吗？好看吗？啊，喜欢吗？奶妈说要给她看照片，把金虎急得都想把头从栏杆里伸出来了。我给你看看喜乐妹妹的最近的照片呀。喜欢喜乐妹妹啊，喜乐妹妹可漂亮了，是妙音的妹妹哟。听到是妙音的妹妹，金虎就更兴奋了，毕竟他一直都很喜欢妙音。但后来奶妈又补充说了一句，也是飞云的妹妹，还是那个飞云的妹妹。金虎听后立刻沉默了，内心 OS 那岂不是也很能打？算了算了，小命要紧，这媳妇也不是非要不可。可能金虎还不知道，飞云已经是他们家脾气最好的姑娘了。如果真的是喜乐，把金虎打哭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天奶爸拿个锤子来逗金虎玩，把锤子放在笼子前，看金虎会不会伸手去拿。刚开始金虎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后来奶爸说这是威力无比的雷神之锤，金虎瞬间来了兴致，心想内用这个对付隔壁的婆娘会不会有胜算呢？于是便真的伸手去拿了。奶爸见状赶紧把锤子收走了。金虎爱挖煤，平时把自己整得挺埋汰的。这天奶妈让奶爸给金虎拍拍手掌上的土。哎，冒烟了！你给他胳膊上的泥拍一拍呗。哎呀，脏死了！那扬起的灰尘差点就把奶爸给送走了。难怪奶妈会说只要靠近金虎就会闻到泥土的芬芳。但这都不是最夸张的。这天金虎把内设造得一塌糊涂。昨天晚上金虎同学把自己的便便汤均匀地抹在了自己屋子里的各个角落，以及均匀地混在了自己的喝水盆。听这场面应该和画虎造的差不多，但奶妈对金虎宠的也是没边，竟然说他这是绘画天赋。萌熊对金虎的控诉，你觉得是什么？不满意，我觉得是金虎有天分，对，画天分。还有一次是奶妈做了新发型，想得到金虎的认可，便一大早就去找他。结果金虎这个倒霉孩子连说带比划的给奶妈回应：说我好看，说我的新发型好看。
我砸你哈！而且这还不够，他起身离奶妈远远的又说了一遍，这和学校里爱捣蛋的小男生有什么区别？大家还知道金虎和奶妈哪些有爱的互动吗？最近的面面奶爸也是疯魔了，连小白天看了也有点怕他。这天小白天听到面面奶爸的脚步声，悄摸摸的走向交流窗，准备吓唬奶爸，结果却被面面预判了他的预判。他突然跳出来，反倒把小白天吓跑了。面面最近越来越放飞自我，刻板倒是感觉肉眼可见的好了很多。现在按摩也不给小白天好好按了，就连窝窝头都敢直接丢到小白天的头上了，感觉小白天已经拿捏不到他了。面面和小白天玩水，他比小白天还开心，拿着水管子滋滋家闺女，小白天也不让着他，用小手撩起水花就泼了奶爸一脸。面面偶尔在闺女面前调皮一下，小白天只觉没眼看，不仅扭头就走，还把自己的头埋了起来。这父女俩之所以能处成这样，全都是窝头惹的祸。一个要闺女坚持完成窝头指标，一个要让奶爸先按摩。父女俩经常陷入十分焦灼的场面，没有一个愿意先低头的，经常都是面面奶爸一脸傲娇的给，小白天也一脸赌气的接。但即便接过来，小白天也只是拿在手里，根本不会吃，有时候甚至故意当着奶爸的面把窝头扔在地上，把面面气的也是一脸的无奈。但小白天给面面奶爸撒娇，他偶尔也会妥协，给闺女美美的按摩一下。小白天也是十分享受着来自奶爸的按摩服务，但有时候撒娇不好使，小白天也会来硬的，掀起下水道盖抱在怀里，一副再不给我按摩我就要捶你的架势。面面见状赶紧示意让他放下，让他有话好好说。最后还是面面输了，给小白天按摩了5块钱的，因为小白天总喜欢把窝头扔掉。后来面面也想了一些损招，把小白天扔掉的窝头夹在笋笋里给他。毫不知情的小白天拿着笋笋靠在假山上，准备美美的享用，结果第一口就吃到了窝头，感觉不对就全部吐了出来。面面的这种老六行为也不止1次2次了，也难怪小白天要拎起下水道盖砸他。有时候面面奶爸还会把窝头使劲往苹果上蹭，试图让窝头沾上苹果味儿，好欺骗小白天吃掉。小白天也是见人下菜碟，在古爹和太老爷面前都是乖乖的，每次都是精准拿捏面面奶爸。这对活宝父女的友爱互动也成为了大家的快乐源泉。谁能想到曾经勇闯狼窝掏狼崽的基地之花北川，如今却被一个熊孩子欺负得快哭了。起因是他的小外孙荣硕不仅打翻了他的小饭桌，还冲着他挑衅似的兔子跳。当时的北川委屈极了，眉毛都皱在了一起，感觉下一秒北川都要哭出来了。曾经声名远扬的熊猫界女侠竟然还是败在了带娃上，如此看来这娃还真是谁带谁崩溃。大熊猫妈妈也逃不脱这个定律，不带娃时候的北川独自美丽，现在被气得嘴里的竹子都不香了。如今的北川虽然已经18岁了，但他看上去还是十分的幼态，就像一个奶娃娃。看到他委屈巴巴的样子，隔着屏幕都感觉心要碎了，甚至都想把荣硕那个小崽子揪过来，让他给外婆道歉。荣硕是北川的大女儿川仔的孩子，他现在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北香果。因为北川之前不会带娃，还曾不小心把北霞的手臂划伤了。他生的前2胎的3个孩子都是由干妈带大的，川仔小时候还被萌萌带过一段时间，也算是北洞影后的干女儿。北辰和北霞则分别由艾丽和季丽干妈带大。俗话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今年6岁的川仔也不会带娃，北川当年逃过了带川仔，现在却要替女儿带外孙，果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小荣硕掀他小饭桌，他也不敢告家长，因为他怕川仔回怼一句你活该，所以打也打不得，告也告不赢，北川只能委屈自己了。